大家好，我是盛志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道补汤的料理。那这道菜呢，其实你也可以单纯喝汤，那也可以加面哦，或甚至说你要做烩饭，其实都 OK。那这道菜名呢叫做茄汁红烧药膳面。那当然就是也比较像是红烧汤的感觉啦，但是呢，我会加比较多的药膳呢，去让它做一个温补。那我们就首先，先来做一个汤底，加入一些的食用油。这个油里面呢，我们会把姜片先加下来做一个爆香。好，像有时候我们在冬天呢会做像是麻油鸡啦，好这类的。那我们在爆姜的时候呢，如果说你有加到黑麻油，好，请帮我加一点点沙拉油，因为如果纯的黑麻油这样爆的话，有时候会比较苦啊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的油去让它中和一下，好，就比较不会有一些苦味的产生。那如果说我们单纯只有用沙拉油下去爆的话呢，就注意一下啊，火力不要调这么大，好，慢慢的把这个姜呢煸到香。那待会呢，我会做一个红烧的汤底。那红烧的汤底呢，几乎其实调味的话其实都差不多。那糖的部分就是用白冰糖。那这个辣味的产生的话，会用这个豆瓣酱，然后以及酱油，好做一个红烧的一个方式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姜呢爆香完之后，好就可以加入冰糖，还有豆瓣酱，好炒香，还有酱油。好，一点点的香菇粉，好，把它煮滚。煮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先暂时的关火，好，怕它味道会比较重。那我们就可以准备3公升的焖烧锅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这道焖烧锅的选择的话呢，好，当然就是容量要比较大的，像3公升，这个里面的话可以做到5到6人份来去做这个汤品都可以。好，那挑选的话呢，好，如果说是红烧汤啦，我当然会选一个比较漂亮的颜色，好，比较白色啊或者象牙色的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盖。好，开盖完之后呢，里面会有一个内盖，好，那里面的水呢，你可以先放热水，好，也可以放冷水下去煮也可以。那我们这个酱汁的部分呢，我就会把刚才煮香的材料，好，把它倒进来。那倒进来之前的话呢，里面会有一个内锅，那我们先把内锅拿出来，我们把这个调味料，好，都把它倒进来。好，这个就是红烧的一个汤底哦。汤底煮完之后呢，我们这边有一个中药的卤包，好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加进来，好，就是带一点那种药材的香气。那这个药材里面呢，你也可以加入当归，也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把玉米倒进来，猴头菇，好，还有红萝卜，好，然后香菇、番茄跟白萝卜，好，其实这样差不多就已经非常的满了，好，那我们把它加进来。食材都放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到卡式炉上面，或是家里面的瓦斯炉，好，把它煮滚。煮滚完就可以放到焖烧锅里面咯。煮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内锅放到我们的保温锅里面，好，倒进来。好，倒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里面。好，往上转，好，听到声音之后呢，我们就放到里面去做焖烧，30分钟就可以完成好喝的红烧汤喽。时间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开盖。好，那开盖的时候呢，我轻轻往后面压，好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呢，它还是在冒烟的状态，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喝的时候还是热热的汤。那我们在起锅前呢，会先把这个卤包，好，先把它捞起来。摆盘之前，好，会把这个青江菜呢直接丢下来，因为它现在温度呢虽然经过30分钟，它还是保留在90度以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青江菜呢直接加下来，好，来去做一个焖烧，好，让它煮熟，好，煮熟。那我们再把盖子盖起来，好，焖2分钟就可以准备摆盘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打开盖子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我们刚才放进来的青江菜，好，把它捞起来。我们的这个保温锅，好，把它打开来，好，这个是4公升的，好，按压完之后，好，放旁边，好，我们就可以把料，好，都倒进来。那这个面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先汆烫完之后，把它先铺底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有面呢，把它做一个装饰。好，然后材料的部分，好，可以看一下这个番茄的部分呢，它已经被焖烧到有点软烂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进来，然后放上青江菜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喽。Casimir, chase your desire.